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篇名字叫《黑暗中讲述的恐怖故事》。万圣节前夕，小镇上到处都弥漫着欢快的气氛。女主酸菜和两位好友土豆、泡面想趁着这个节日好好报复一下镇上的小混混、小坏。当天晚上，他们三人穿着奇装异服，拿着袋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行走着。正巧这时，小坏和小混混们开车经过，对方不出所料的抢走了泡面手上的袋子。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个袋子里早就被两人装上了肮脏的粪便。小坏被恶心到了，开着车就撞向了一旁的栅栏。恼羞成怒的他在下车后就带着小弟们前来找三人算账。酸菜赶紧拉着好友躲到了一辆小车里。车主人二愣虽然和他们互不相识，但也贴心的为其打着掩护。等到小坏等人离开之后，酸菜又提出想去附近的鬼屋探险，于是一行四人结伴而行。在当地的传说中，这栋鬼屋里住着一位叫做萨拉的女人，她特别喜欢给镇上的小孩子们讲恐怖故事，但是谁都没有见过她的长相。不久后，镇上的孩子们纷纷离奇死亡，人们都认为是萨拉干的，于是来到鬼屋寻他，却发现他早已上吊自杀了。酸菜几个人一边七嘴八舌地讲着自己知道的恐怖传说，一边摸着黑往鬼屋深处走去。过程中，酸菜发现了萨拉生前留下的恐怖笔记，可还没等仔细看，小坏就追到了这栋鬼屋的门口。他故意将土豆的姐姐马美丽也骗进了鬼屋，然后关上了鬼屋所有的大门，想要报复酸菜等人。画面一转，酸菜五人费了不少力气才逃出了鬼屋。这时二愣却发现自己的车被人故意弄坏了，因为他是非法移民，所以酸菜只好让他暂时住在自己家里。晚上，酸菜在房间里仔细研究着萨拉的恐怖笔记，他发现最新一篇恐怖故事的主人公居然也叫小坏，而且上面的笔记还未干，就像是刚刚才写上去的一样。与此同时，小坏真的在做着和恐怖故事中一模一样的事情，最终他和故事书中描述的结局一样，被田野里突然活过来的稻草人杀死，并代替他成为了新的稻草人。酸菜得知小坏死讯的消息后十分惊慌，他以为自己将故事书偷偷还回鬼屋就没事了，可没想到回家后那本书又自动出现在了他的书架上。这次新故事的主人公是酸菜的好友泡面，在故事里他将吃下一个女鬼的大脚趾，然后被女鬼报复致死。酸菜赶紧打电话给泡面，让他晚上啥东西也别吃，但泡面能干吗？毕竟妈妈刚给他炖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蹄汤，还没说几句，泡面就挂断电话，吃起来美味，可吃到一半却感觉怪怪的。定眼一看，可吓坏了，这哪是猪蹄，分明是一根大脚趾。等到酸菜急忙赶到泡面家里时，泡面已经不知所踪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酸菜尝试着要烧毁故事书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下一个故事的主角是土豆的姐姐马美丽，如同书中所描述的那样，马美丽发现自己脸上的青春痘上长出一根黑毛，用手轻轻一碰，居然还会动。于是她一咬牙，心一狠，直接将黑毛拔掉。这下可不得了，她的毛孔里钻出了成千上万只蜘蛛，马美丽当场就领了盒饭。剩下的二愣、土豆和酸菜都害怕下一个被故事书盯上的人就是自己。为了摆脱这种厄运，他们便准备了解萨拉的往事，这样说不定还能寻求到解决的办法。根据萨拉之前佣人提供的线索，三人找到了曾经治疗过萨拉的医院了解情况，还因此找到了萨拉的档案和一卷录音。原来萨拉当年患上了白化病，家里人为了不给家族蒙羞，所以就把萨拉囚禁在家。萨拉的哥哥还一直用各种残酷的方式为他治疗。在录音里，萨拉表示那些孩子的死和他并没有关系，是家族排放的污水污染水源所致，但哥哥却利用恐怖故事让萨拉背了黑锅。录音的最后，萨拉还提出土豆会成为下一个出事的人。果不其然，在走廊里，落单的土豆被一个肥胖又丑陋的怪物吃下了肚，而酸菜和二愣也因为私查档案的事情被警察关进了监狱里反省。当晚，故事书上又开始书写新的内容，这次的主人公是二愣。几乎是一瞬间，警局的灯全部熄灭，无数的人体残肢从天而降，拼凑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，向被关在监狱里的二愣发起攻击。好在酸菜及时找到钥匙，带着二愣一起从警局里逃了出来。两人慌不择路，逃到了那栋鬼屋里。过程中，酸菜穿越回了萨拉所处的年代，并亲身体验到了当时萨拉被亲人们囚禁的
绝望。终于，萨拉出现在了酸菜的面前，酸菜向他保证自己会将他被家人污蔑的真相写成故事公之于众。萨拉听后终于被感化，放过了酸菜和二愣。故事的最后，酸菜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将萨拉的故事写成了小说，让世人所知。可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段尘封的历史呢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，而萨拉依然是痛苦的牺牲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